欢迎来到岳雷的妙想故事，这次要说的是鸿门宴之课后探讨。终于下课了。阿晨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走出教室的门口，天色已经近黄昏。是啊，今天的国文课也太硬了吧，那个鸿门宴细节好多哦。小梅抱怨道。你才说到重点，我脑袋里现在都是项羽的怒火，刘邦的装傻，还有范增那块碎掉的玉斗。阿晨走在校园里，脑子里却已经开始回放老师今天讲的内容。对啊，老师今天讲的超精彩的，感觉好像在看电影一样。不过说真的，如果我是刘邦，我大概腿都软了吧，那根本是去送死啊。阿晨笑了笑，这才显得刘邦厉害。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个演技派，能在项羽面前装得那么无辜。所以你说，一开始项羽知道刘邦先入咸阳的时候，是真的气炸了。那当然，你想想看，项羽可是连秦军降兵都坑杀20万的狠角色耶，他觉得自己才是老大，结果刘邦这个小弟竟然抢先一步进了咸阳，还可能要称王，他能不爆气吗？那个曹无伤还火上加油，跟项羽说刘邦想当王，这根本就是挑拨离间嘛。就是，而且范增这个老头也推波助澜，一直怂恿项羽把刘邦给解决掉。不过范增的建议也没错啦，从结果来看，刘邦的确是项羽最大的威胁。所以当时项羽是真的决定要攻打刘邦了。绝对是。老实说，项羽当时气到拔剑，直接下令隔天就要带10万大军去灭刘邦。想想看，10万大军耶，刘邦那边兵力应该没那么多吧？那还得啦，那鸿门宴不就直接变战场了？所以说张良这个神队友就出场了。张良是不是跟项羽的叔叔项伯有交情啊？没错，张良听说项羽要动手，马上就想到去找项伯。你想想看，半夜3更跑到敌军大营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吧。其实项伯这个人也挺不错的，没有立刻就站在项羽那边。他听了张良的分析，觉得刘邦说的也有道理，就跑去跟项羽解释了。关键就在这里，项伯跟项羽说，刘邦之所以先入咸阳，是因为他帮忙开路，而且入城后也没乱来，还把秦国的财宝都封存了，这不就是给项羽一个台阶下吗？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是这样。项羽虽然脾气暴，但他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啦，而且他可能也不想让天下人觉得他气量小，所以项羽才不情不愿地说，算他运气好，但我倒要看看他刘邦有何脸面来见我。这句话是不是超有霸气的？阿晨模仿着项羽的语气。第二天，刘邦就带着人去赴宴了，还跑得飞快，表现得超谦卑的。小梅想起老师描述的画面。那肯定啊，他要是不这样做，项羽那脾气估计当场就把他给宰了。你看刘邦一见面就下跪请罪，还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小人离间，把项羽捧得高高的。阿晨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公关危机处理。真的耶。不过我看老师说，范增一直举玉珏给项羽看，意思是快点动手，结果项羽都不理他。范增气得都快吐血了吧？他应该心里想着，这个傻子，机会就在眼前，你还不把握？然后范增就派项庄舞剑了，那段老师讲的超级紧张的，剑光一直往刘邦那边砍，我听到都替刘邦捏把冷汗。是啊，但项伯又出来挡枪了。这个项伯真的是刘邦的神助攻啊，他假装也跟住舞剑，其实是在帮刘邦挡刀。光是这场宴席就已经是心机满满，步步惊心了，感觉比看悬疑片还刺激。最精彩的还是樊哙闯帐救主那一段。老实说，他直接把帐篷踹开，冲进去就对着项羽一顿狂喷，你这个昏君之类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才是真正的猛士。樊哙那根本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，为了救刘邦什么都不怕。所以项羽为什么不杀樊哙啊？他那么霸气的一个人。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。第一，樊哙是真的有骨气，他那番话虽然冲，但道理也没错，项羽可能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反驳。第二，樊哙这种不要命的气势，可能也镇住了项羽，让他有点措手不及。第三，项羽可能也想展现一下自己的宽宏大量，毕竟刚才范增和项庄搞那么一出，他也需要找个地方挽回点面子。然后刘邦就借着上厕所的机会跑了，而且樊哙还鼓励他别管什么礼仪了，保命要紧。超级真实的，哪还管什么面子啊，命都快没了。而且刘邦还让张良留下来送礼赔罪，自己从小路溜走了，这操作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溜之大吉啊！刘邦是不是真的把项羽当傻子啊？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刘邦是故意跑的？他肯定知道啊，但张良留下来送礼，就给了项羽一个台阶。
不然如果刘邦直接跑掉，项羽面子上挂不住，肯定又要暴怒了。最后范增把玉斗摔碎的时候，那段真的让人有点心酸。他那句庶子不足与谋，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，吾属精卫之虏矣，简直就是神预言。阿晨感叹道。他肯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，但项羽就是不听，最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。所以说，项羽当时要是听了范增的话，把刘邦给杀了，是不是就没有后来的楚汉相争了啊？那可不一定，历史很难说如果的啦。就算刘邦死了，可能还会有另一个刘邦出现，不过至少短期内，项羽的霸业会更稳固吧。刘邦一回到军营，就把那个告密的曹无伤给杀了。那必须的，这种时候内部有叛徒比外部敌人还可怕。刘邦这招也是杀鸡儆猴，让大家都知道背叛他的下场。鸿门宴真的是一场很精彩的权力斗争，刘邦真的很能忍，又很会看时机，还有一堆神队友。是啊，项羽虽然很猛，但他的性格太冲动，容易感情用事，身边又没有像张良、樊哙这种能帮他圆场、护主的得力助手，最后就注定了他的失败。感觉历史上的每个事件都充满了各种人性的考验和智慧的较量。没错，你看一个鸿门宴我们就能聊这么久，而且每次看都会有不同的感触。真的，下次国文课我们再一起讨论其他的历史故事吧。没问题。阿晨挥了挥手，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。他们在轻松的对话中，却对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。如果您看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记得按赞订阅，大家拜拜。